大家好，我是谢飞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日本呢，虽然没有航母，但是却有美军在海外的唯一的航母母港啊，也就是我身处在的这个横须贺海军基地。这里呢是美国海军啊在东亚的战略核心。那么作为美军在本土以外唯一的航母的母港，这里常年驻泊着核动力航母等等这种主力的战舰。那么今天能不能看到这个航母我不知道啊，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战舰在这个地方今天是可以看到的。这里呢是位于东京湾入口处啊，横须港的这个水域面积超过了30平方公里，水深呢是这个7到30米，应该说呢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天然的成为了这个海军基地的首选的地点了。那么基地呢占地约230万平方米，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功能最全的综合性的海军基地了。那么兼具了包括像这种舰船维修啊、油料补给弹药储存等等这些核心能力，所以这里也就成了美军在这个夏威夷以西唯一能够维修航母的母港。横须贺海军修理船有干船坞6座，其中6号船坞最大，拥有6号干船坞这个是容纳22万立方米。那么这个面积有多大呢？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啊。那么相当于基本上33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在这个6号干船坞里边是可以容纳尼米兹级的这个航母的。那么同时呢，这里呢还是美国海军的第7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统筹东亚海域的行动。冷战以来深度参与到了包括像朝鲜战争海湾战争等等重大的这种军事行动。从2008年起就开始部署核动力航母，并计划准备是常态化的部署这个双航母。从2024年起呢，这个华盛顿号的这个核动力航母第2次部署到了日本的横须贺军港，取代了此前部署在日本的这个里根号。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基地前身是1865年江户幕府设立的横须贺制铁所，到了1903年就成为了日本海军工厂。二战的时候呢，成为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大本营。到了1945年美军来接管之后呢，1952年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就正式成为了美军的基地。同时这里边呢长期驻泊着美军的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此前呢是里根号，现在呢是乔治华盛顿号，还有呢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搭载了包括这个宙斯盾的系统，负责航母战斗群防空指挥包括像这个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承担反潜反舰的这种任务，以及呢洛杉矶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此外呢，这里边还有除了美军以外，还有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各型的舰艇了，包括了他们所谓的直升机驱逐舰出云号。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出云号是所谓的呢？因为它的名字是直升机驱逐舰，但实际上除了搭载直升机之外，还可以搭载 F-35B 战斗机，那它就是一艘2万吨级的准航母。同时还有爱宕级的宙斯盾驱逐舰，搭载了标准3导弹参与区域的这种导弹的防御，以及还有大概8艘左右的苍龙级的常规动力的潜艇。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个海港里边这个包括美军的，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各类型的这种海军舰艇是非常的齐全的。那么一直以来美军呢将横须贺基地呢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的支点，今年更是先后部署了 F-35C 隐形战机以及标准3导弹拦截系统。在2015年里根号航母抵达横须贺的时候呢，当地的民众就打出横幅：核动力航母离远点儿。2008年呢，华盛顿号航母呢进驻横须贺的时候呢，也同样遭遇到了这种抵制和示威，但是日本政府不顾民众反对坚持接纳美国航母等这种军事部署，本质上是其主动寻求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追求军事扩张和大国地位的这种战略的选择。
那么日本不断的试图通过切香肠的策略呢，逐步扩大这种军事的权限。那么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将这个出云级的护卫舰改造为了适时的航母，并发展远程的打击能力，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同时还要自行研发射程3000公里的导弹。那么美国军事存在就成为了其突破宪法限制的保护伞。那么在美日同盟升级之后日本的自卫队角色呢，从后勤支援转向了进攻性作战比如说新设立的这种统合作战司令部，以期实现深度的军事整合。日本呢借美国的前沿部署之名推动自卫队与美军联合演训，那么实质上也是在提升自身的这种远海的作战能力。那么高市早苗呢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将武力介入台海列为选项。那么日本政府呢为了迎合美国承诺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并计划呢将军费占比从过去的2%提升至了3.5%到5%，那这个远远超过了民生预算的增幅。那么应该说美国呢借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维持第一岛链的威慑，却将安全成本呢是转嫁给日本了。美国在亚太玩的一手的离岸平衡本质上是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和俄罗斯，但自身呢保持了这种战略的回旋余地。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冲突爆发，那么美国是不会遭受损失的，日本将首当其冲遭受重创，而美国航母呢则可退守至第二岛链。日本政府呢假借这个集体防卫之名呢，换取美国的军事部署。然而呢，历史已经证明，军备竞赛无法换来和平。真正的安全需要建立在尊重邻国关切、恪守和平宪法的基础之上，而非依附霸权、透支民生。那么，当日本的严国市民扎心的去质问，到底是谁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候，那么巧舌如簧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又当如何作答呢？好，感谢收看这期谢飞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为大家录制的谢飞观察，我们下期再见。